Hello，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上个礼拜我正式从 QUT 毕业啦，毕业典礼是在12月份进行。那今天是什么主题呢？来讲一讲我在 QUT 学 Digital Communication 的整个过程。今天视频会分为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给大家介绍这是一个什么学位，第二个部分是为什么选择 QUT Online 的这个学习，第三个部分就是具体介绍一下每门课程学了什么，这样我自己还能做一个总结。第4个部分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业方向，从入门级的工资、进阶级、第3级，然后到最后最高级的这个专业的工资。最后第5部分就是总结，最后的学后感吧。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正题。QUT 大家知道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昆士兰科技大学，它的世界排名在189位，然后排名在武汉大学之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我这个文凭是一个研究生文凭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在澳洲的这个文凭呢，有一个 framework。截图自己查看啊，从 Certificate 1、Certificate 2、Certificate 3、4是 Certificate 4，然后第5级是 Diploma， 第6级 Advanced Diploma、Associate Degree， 第7级是 Bachelor Degree， 就是我们一般本科毕业呢是学士文凭啊，第7级的文凭。通过这个文凭呢，你可以上到8级，那就是我现在学的这个第8级，就 Bachelor Honor Degree。对了，哪里了？9级是 Master Degree， 10级是 Doctoral Degree。网站啊在底下，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去查看一下。这个网页会给你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多长时间啊？一般如果你全职上学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如果像我这样兼职啊，因为我们还有工作嘛，还有家庭，还要照顾孩子，那这个就是1年的时间，12个月你就可以学完了整个这个4个 unit。开学的时间分为2月、4月、7月和10月都可以入学，但是我去年是只有2月和7月可以入学啊。他可能每年就是发现今年的学生比较多，他就会多开几个课程，怎么就是让你入门这个课程。这一门课程 overall 它是要干什么呢？就是为新技术出现的问题开发创造性的数字解决方案。未来的话，它主要是给客户 stakeholder 利益相关者，给他提供一个 strategy 一个方案，具体怎么从网上做一些关于社交媒体他们的 promotion 和 marketing。它其实有3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如果你背景是学媒体的方向建立啊。第二就是如果你背景是学市场营销的话，那未来通过这3年的疫情，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网上做这个市场营销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无论是你的背景是媒体背景、营销背景，还是信息背景，就是比方 IT 啊，或者是 coding 啊，问了好几个学校，最后就选择 QUT， 是因为它这个3个方向都是我非常想学的。我本身是市场营销的本科 ，marketing 是我本身就在学的东西。从就是高考之后，本来就是想学媒体，我现在也在做自媒体，但是因为我高考的成绩不够嘛，就是没有办法学媒体，所以现在呢，再弥补一下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学媒体这个心情。最后 IT 这个学了一点点吧，就一门课程，用 Python 做一下这个coding， 写代码、编写代码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大家对某一个方向感兴趣，你又想同时涉猎3个方向的话，那我非常建议大家学 Digital Communication 这个专业。那我们进入第2个部分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为什么选择 QUT Online 啊 ？QUT 和 QUT Online 其实是2个 system， 它是2个系统，但是它就是拿到的证书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同样会有这个学校就是实体的毕业典礼，大家都是一起毕业。我的同学有悉尼的，有墨尔本，你认识的人会更加广泛。那去年大家知道我怀孕了，所以5、6个月的期间肚子开始大了，我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正好用这个在家里生孩子这1年呢拿下一个文凭。那在澳洲大家也知道，不是以文凭为依据，但是文凭是一个敲门砖，就拿到了这个文凭之后更容易得到 offer。这个时间点毕业正好我的孩子也7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完美。但是呢，说累那肯定是累了，就怀孕肚子那么大，尤其是这个不用每天跑学校，因为在 city 的学校我其实在路上也要去半个多小时或者40分钟，回来一天能节约2个小时的时间。线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进行，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时间周1或者周2晚上要上课，就是大家下了班之后7点半开始上课，上到8点半。如果我今天有意外，我就要去产检了，或者我有别的工作耽误了，那这个课没有办法线上的跟大家同时进行那个非常live 的课程，那怎么办呢？老师会把这个课程录下来，然后第2天你可以到你的 Canvas 看你的课程布置作业，每天催的作业还有邮件都是在网上这样进行的。尤其是在你真正工作之后吧，所有的这个线上的 resources 我觉得比线下纸质的
可靠，就是因为它永远在那儿，无论以后你在不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你有这个学号，你上过这门课程，你想回看一下你这门课程要学的东西，那还是这些资料是一直在那儿放着的我也有一个同学，他之前好几年前学过这个就是别的课程，他说哎，现在他工作的时候突然忘了一个公式，或者突然忘了哪一段的一些东西，他回去再看一遍自己当时学的，都是在线上的东西嘛。尤其是对你如果是有了家庭有了工作不太方便线下交通的话，那我是强烈建议你 study 这个 QT Online 的这个 project。好，第3部分来进到我们真正学习的阶段了，这就讨论到选课了 ，enroll 你的课程。那么它选课的时候呢，它一年分为4个学期，但是每个学期分为学期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和下半段这个学期学的是2门课程，那也就是说我4个学期一共学的是1、2、3、4、5、6。和最后一门大的7门课程，那最后这个 project 是非常大的，占用了它一整个学期的时间，差不多11、12周左右的时间。前3个学期啊，就是一年前3个学期，它是可以互相导的。有的学期这门课程开，这门学程不开，所以你要打电话问教育建议的人。那电话号码在这里啊 ，QT Online 和 QT 我都打在这1300这个开头的。问啊，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有什么兴趣，或者对你注册你哪一门课，可以问他们，因为整个这一年下来。你要保证你所有的课程都 cover 到最后第7门大课程之前，要保证前6门全都过，才能去引入第7门。好，那我们从第1门开始，我按照我引入的这个顺序来啊。有些你们别人引入的可能前几个顺序有颠倒，无所谓的哈。第一个就是 The Power of Platform 平台的力量啊。这门课程呢，主要是给你一个就是什么是社交媒体平台，你该怎么从哪个方面认识它。那每一个礼拜它会给大量的 reading 学术论文给你看之外，你还要接收很多大量的现在的信息，比如说当下有发生新媒体的状态，那你就要吸收更多的知识。那老师还会有，比方说黑镜啊，新出了这个黑镜的电视剧，那老师也会根据某些电视剧。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道理？我觉得都很好玩。周1到周6，除了周日，老师也休息，我们也休息了嘛。剩下的时间，他都会每天给你一些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跟你的论文和实际工作的时候，你该有什么角度去看这个社交媒体算法的机制是如何进行的？不同的社交媒体你该怎么看待它？比如说有澳洲有 Facebook 啊，中国咱有新浪微博平台，就这些不同的媒体，你该从什么角度去从背后做调研？2个大作业呢。第一个作业，假设你的客户是一个杂志，它的广告和它的信息投放的平台，给它做一个背调。第一个作业就是对这个背调写一个 proposal， 一个大的预案。我们的平台选择的最后是 Facebook。Assignment B 就是 proposal 的 extension， 就是具体如何实施这个 proposal。你要进行这个平台的功能的提升，比如说它用了新的emoji、新的 hashtag 和如何让这个杂志跟它的 reader 去做一个连接。我之前学的是会计，我也只上了1个学期的会计，那做的都是那个什么收应付是算数学的。那这个是我在澳洲用英文写的第一个大 assignment， 对我来说就是 shock 的非常多因为我大学毕业已经10年了接近要学了新的 APA 的方式 ，reference 该怎么写。虽然这个格式和字体大小，我觉得对工作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你如果未来给你客户写一个 proposal， 你的就是比别人学术很专业，让人看的审美上会更好一点6周的时间，差不多是三周左右写一个 assignment， 再3周左右写一个大 assignment。第2个学科叫 social media analytics， 就是社交媒体分析。因为那个社交媒体分析这个好难，但是很有用的，因为它教会我们怎么用 Tableau。Tableau 是这样一个，它 Tableau Gephi 都是一种你来收集这个数据，从而做图表的一个专用。2个 assignment， 第一个 assignment 用的 data 就是耐克给了我们2010年到2019年这9年的它 Twitter 上的数据。通过它的数据，你发现了什么你要解答它，你的活跃用户how many engagement 有什么互动这个互动都发生在哪一个时间点？是晚上互动多，白天互动多，是周间互动多还是周末互动多？就是耐克每发的一条推特呢，有多少个喜欢，多少个人 retweet 了，转发了，然后给出这 number 做出一个表格给你的雇主看。这是第一部分assignment 1。这一部分主要是教会你怎么用 Tableau 做出这些客户需要的这些数据。最后的一个大的 assignment 就通过这些数据观察到了规律他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发的多，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人看我们第2个客户用的是 Outback Queensland， 也是推特的这个昆士兰背包给他的用户建议，就是给 Outback Queensland 这个客户的建议。这篇大 assignment 就不是 proposal
proposal， 是一个 recommendation。比方说建一个专门的 hashtag 话题，找一些 influencer， 找一些大 V 一起来合作，做一些广告和宣传，根据它这个季节性变化来不同的客户产生季节性不同的建议啊。主要就是针对 Twitter 如何收集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用图表表达数据，如何给你的客户传递你要表达的这个数据，最后给你客户通过这些数据发现了一些 insight， 发现一些考虑，那最后给你的客户一些建议，就整个这个 deliver 的过程。我觉得这一门课程是学的比较难的，就是你要应用你的整合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把这个放到靠后的阶段去学。第2学期的第一个课程叫 Debate in Digital Culture， 文化的一些辩论。我感觉对我们实际工作的不是很大的，但是对你的思想的建立和你对社交媒体整个这个网络平台的理念和心态的建议，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帮助。第一个 topic 就是网红啊，网红和相关的传播实践正在对传播行业和媒体的人员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这个你就要上网上去搜你的相关资料，老师也会给资料，还会给一些视频，你要看 everything have two sides， 有好的也有坏的，所以你就要针对这方面产生一些讨论，然后用学术的语言和学术的 idea 来支持你的论证。第2个大 assignment 就是过滤泡沫回音式的 echo bubble chamber， 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信息茧房，就是网络媒体发展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视角却越来越偏颇，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大数据专门给你那个发一些你喜欢的，你喜欢的就越来越喜欢，在你的信息茧房里就只有你喜欢的东西，一切不喜欢的东西你都看不见，你看不见你就以为它不存在。这门课程对实际应用的东西其实不太大，但是对你真正的这个思维的建立，我觉得是有很大帮助的。再就是这门课程用 video 的方式来讲解你 presentation PPT， 这其实我觉得对未来你在真正工作上对客户，你不也要弄出 PPT 吗？弄个 PPT， 然后给客户来讲一下我是怎么想的，我对客户来卖你的思维。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锻炼了我怎么用英语来做 presentation。 接下来是 visualizing data， 这个就是我怀孕的那一节课，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一门课程，教你怎么画图，饼状图、树状图、线图加柱状图啊。咱中国孩子应该就都觉得这个不难。它这个第一个 assignment 它是给了你很多不同方向的数据，你要从不同的这个数据里挑出你想探讨的东西，人口和GDP 的关系，发现问题自己去解答这个问题。assignment 2呢是它给你很多的主题，那我选的主题是欧洲之声这个来分析这个数据嘛，比如说这个参赛的选手都来自哪个国家啊？你唱的歌曲是一个人 solo 呢，还是小组的形式？用英文的这个歌曲赢的多，还是俄语啦？西班牙语啊，这样的赢面多。这一门课程都是很简单，但是呢，它给你一种思考能力，就不仅数据来变成表格，最重要是通过你做的表格来发现一些数字和数字，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这门课程是我得分最高的一门课程。然后接下来是第3学期，那 social media storytelling，社交媒体故事叙事，怎么给你的客户讲一个好的故事？市场营销方面最大的一个能力的考验了吧？其实前几天看那个声音啊，蔡康永那个访谈，台面上的最有名的碳酸饮料或者是服装品牌，其实都是故事。靠着讲故事就能够说服别人的话，这是一门很大的本事。你要说服别人拿出这个钱来买房子，他那故事绝对很有力量的。大家东西都一样，都做得很好，但是具体怎么你能把你的东西卖给别人，卖的比别人贵，同样的质量，那付你更多的钱，这就是怎么讲故事。这门课程应用价值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 assignment 就是 case study， 我最后选的是 Mecca。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在这学的话，还是找一个大家都有共识的品牌，像可口可乐、Lululemon 啊这些，戴森是吧，都有这个品牌文化和他们品牌故事的支持。然后第2个是 digital story creation proposal，对你这个自由发挥最高的一个课程啊，它就是让你自己建立一个品牌，通过你的品牌给大家讲故事，吸引大家来投资你这个品牌啊，就是这样。最后这门课程，如果你要是自己给自己创业啊，你自己的生意，我觉得这一门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给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那老师可以帮你看一看你的这个工作的企划案怎么样。Coding 倒是第2个课程是编程，用 Python Python 在 Jupyter Notebook 里面学习如何编程，一板一眼的课程，通过哪一些公式可以计算出什么样的东西。给你筛一下你的数据，然后最后给你老板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 social media data analyze 的一个工具，不是很深，也是树立一个别人都在筛什么样的数据。这门课程只有一个 assignment， 我的客户是 Tourist Australia， 那我们的平台用的也是 Twitter 的平台，它有哪些 subscriber， 它有哪些订阅者，发的哪一条信息之后订阅了它，收看时长是多少，在哪一个部位别人点赞的数最多，观看者都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些组织还是这些个体，抱着什么目的来，是学习还是商务合
作啊，就学的有变量、语句、表达式、弦理论、data frame， 还有 function， 怎么从那个 Python 来做一些图表。当然 Python 做图表我觉得没有 Tableau 做的得心应手啊，但是如果你未来要用到 Python 这种就编程模式的话，怎么样通过这个 Python 来给你的老板做一下反馈和汇报。最后来到了重头戏啊，这个重头戏就是前面这6门课程你必须全都过了才可以学这第7门。最后这个大课程叫 Social Media Strategy Project， 跟这门课程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真正到未来工作的时候是最管用的。我们这个小组一共是6个人，然后其中2个人就是在Digital Communication 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一个是做了8年工作经验，一个是2年工作经验。那么他们也是告诉我，就是这个是最接近于真正的工作状态的一门课程，分为2个 assignment， 但是这2个 assignment 占用10周啊，一整个学期的时间。第一个proposal 哈，计划方案initially strategy， 你自己选，它有2个客户，一个是母乳的客户，一个是 Royal Brisbane Women Hospital Foundation 这个医疗的基金会的这个客户呢，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客户的所有媒体 YouTube、LinkedIn、有 Instagram、Facebook， 那对他所有的这个平台呢进行这个平台客户群体的最后的research， 怎么做数据分析，怎么做 competitor analyze， 怎么做 client analyze， 就是你的客户群体分析，还有你的竞争者群体分析和你自身的这个分析，他们都做哪些平台，他们平台做的效果怎么样。主要是我们认识这个团队，新建的一个6人团队，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干的什么。然后第2个大项目就是个方案具体如何落地，怎么执行，就优化自己的社交媒体，以什么频率来发他们的 content。那如果大家对这些具体的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在下面评论来问我，但是不要抄作业啊。那这门课程的这个分儿也是最重要，12个积分。那最后这个还学到了很多，因为你要跟别人做搭配嘛，不是自己一个人做作业。那in the future 在你工作的状态也是和你的小组搭配。那学习了有很多用 Trello 如何做 multitask， 这个同时进行多种工作，因为我们要进行不一样的这个工种的，比如说我又要分析 Instagram， 又要 competitor analyze data， 那这2个部分分配给我，那我如何同时进行这2个部分，可以同时 share 给好多同事，它是免费的啊。due date 是哪一天，哪个时间是放到谁的头上，那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上面。完成之后，所有的组员就会同时看到你完成了。那还有 Google Doc 做这个 proposal 大作业的这个，我做的是 Instagram 这部分调查，那我就把 Instagram 这一部分的我的东西改上去。那我们最后的 leader 会给我们做一段之间衔接的怎么样，最后给一个最后的总结。看今天大家有好事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每个人的每天的心境和工作状态都不一样，那如何平衡 balance 你每个人的需求。还有做 Slack 是共同工作的平台啊，那这个 Slack 是我们老师在里面的，就跟我们就是我们的领导嘛 supervisor 也会 check 一下我们的进度状况，我们会给他大约发一些反馈，目前遇到了哪些困难，哪些地方我们觉得已经做的 OK 了，你不要担心。project不同的新的组员加进来，然后你这个project 结束了，大家都散了，那可能在进入下一个 project 又是不同的新的组员加进来，组员和组员之间交流的过程啊，还有和你们沟通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跟老外啊，你交流就直一点，然后不要推卸责任，但也要权责分明。这部分是交给我的，你那部分虽然不属于我，但是我不会说是完全不管。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同时讨论，因为大家就是在共同在一个 project 里工作嘛。还有就是谁干的什么东西，如果出现了问题，你要直接的说出来。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东西你做的不对，但是呢，我们的改进方法有A、B、C、D， 你可以选一选。他觉得我说的也不对，那我们就一起到 leader 那去看，我觉得这个是这样，你觉得是这样的，最后小组的领导再做一个最后的决策。那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大家又不会吵架，也不会那个，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共同为这个东西好，而不是说是你对还是我对这样的问题啊。真正交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roject。这个完了，那你这个研究生证书也已经得到了。第4部分讲一下这个就业方向和他的工资啊。这么多专业都可以在这儿截图查看啊。那我现在正在申请的工作就是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ordinator， 就是先从组员开始做。那对于这个行业呢，我觉得它肯定是一个有未来的工作，就是先是 entry level 的工资差不多很低，能到4万5，兼职或者是只从 under contract 开始做的4万5、5万。澳洲的基本工资提高了嘛，年薪也是5万、5万5起。从 junior 变成 senior 的话，就是7、8万左右一年的工资。如果做成 lead 啊 project lead 的话你的工资差不多是10万、11万啊，有的高的到12万。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是天花板的工资吧，在15万左右，再往上就是管理层了，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的这个层面的故事了。这个钱你知道上不封顶。
最后总结这一年我学到的，我觉得怎么样？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接到 offer， 我正在努力啊，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资格跟大家说这个课程对我们真正的实际工作起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我学的这一年，我觉得是值得的，从来没有后悔过学这门课程。我也觉得目前来说学到的东西跟我当时想象的也都是很吻合的。至于真正工作，有的是媒体公司，有的是产品策略公司，有的是一个大的公司里面的媒体市场营销部门的话，那这个公司和中公司之间就差距非常大了。放心大胆的问，我只要知道的，我一定会回答你哈。那就这样，希望大家都学到自己想学的专业，那你学的专业也能真正应用到未来你挣钱的工作过程中，好吗？那最后不要忘了什么？点赞、转发、评论。频道你给我顶到1000吧！你看现在这个频道才几个人，顶到1000我就开始发奖品哈！谢谢你，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一周，下支视频再见。